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尽量尝试就对了。안녕하세요。我这次一定要找到你不敢吃的东西。好啊，红米可是发酵的。这个超级小哦，一次发酵好了。哎，有点像阿公家的味道。阿公家。对。哇！哦哇！哎，那么夸张啊！你用力吸一口。把这个游艇开出去，广安大桥外面。哎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很好看，好玩。这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大推荐，推荐指数10颗星。哇哦，这是超大的哎！它这个蟹膏的味道是很重。话说我们的米蕾啊，经过上次我蓉蓉驾训班的指导，今天信心大增，自动请缨担任驾驶，当然没问题。那我就在副驾当教练。不过一问之下才知道，韩国考驾照还真的不容易。这样靠左边哦。这样吗？刚刚过了。哎，我去哪里啊？没关系，我这里。也可以靠左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前面还是要左转。谢谢你。不会，没事。我今天很像那个驾训班的教练。所以你的驾照是在韩国这边有考？对。那韩国考驾照很难吗？哦，我觉得看人呢。是一样要去上课？一样上课，可是我不知道啊，台湾的。哦，台湾就是你要去上课1个月。对，基本上1个月，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练习，但是每天都是1个小时啊。哦，是吗？1个月？对啊。哦，韩国是上课1个小时，就可以考吗？对，就会考了。不可能吧？你应该要下去练习，他们有练习啊，还是有练。我们是每天，我们就是每天去练习这样子。哦，韩国好像2个礼拜就可以考到。但是会在路上要叫你开吗？考试的时候？有啊。所以如果在首尔考试的话，比较难。对，所以大家都会去乡下考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哦，这蛮特别的，因为台湾是最近几年才开始，你要把车开到路上，然后考试这样，以前都是在同一个场地这样。原来韩国一直都有路考，而我们一直到8年前才全面实施。如此扎实的基本功，也难怪5年没开车的米蕾一点也不紧张。而这份专注与稳定的节奏，也同样体现在釜山人的日常，平稳地融合传统文化与创新的思维，走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格调。米蕾，你要把我带去哪里啊？怎么走这个暗巷中的暗巷？真的，这里很古代吧？对啊，这边有点复古哎。现在是要去，因为韩国现在很多咖啡厅嘛。对，就很那种很 fancy 啊，很完美的那种。现在是古早的咖啡厅，古早味。我觉得釜山的魅力就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些很新，有一些可以看到有很复古的东西。哦，新旧交织的感觉。对，都有可以看到。哎，是这间吗？它上面就有 coffee shop。coffee shop。哎，这个很像我们台湾那种泡沫红茶店。然后这里其实很多里，你看，你有看过这个韩剧吗？这个我是有看过，这个很好看。天哪，你有看？我真的有看《异能》啊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个很好看，这是我唯少数有看过的韩剧。对，就是在这边。哦，而且很多，你看不止这一个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韩剧都在里面，然后超级多的。那我们直接进去看。这些东西都是那种复古的东西。这个哦，这我小时候用的。对。Anycore， 这个小时候有用过。你看它的椅子，这种椅子在台湾应该也已经看不到了，而且坐起来很舒服，它很扎实，真材实料的。对啊，这可爱。几年了哎。对啊，这应该少说30-40年吧。因为其实，在双河茶，我刚查一下历史，大概1970年代是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喝茶。선생님 안녕하세요. 저희 이거 먹고 싶은데 어떻게 주문하면 될까요? 대표 메뉴 있을까요? 대표 메뉴? 쌍화차. 쌍화차 먹으러 세계적으로 와요. 근데 저는 궁금한 게 막 쇼파도 그렇고 여기 막 되게 옛날
복고풍 이게 많더라고요. 진짜 옛날부터 있던 거예요? 이제 이게 보존된 거예요. 예. 오랫도록. 여기 생긴 지가 68년도니까 55년째예요, 여기. 그냥 그대로 55. 계속 이어오고. 나는 25년 전에 이 건물 사가지더라고. 그래서 오래 하는 거야. 그 이것도 이제 예전에 있던. 예, 그대로 있어요, 그대로. 이 탁자도 한 60, 70년. 50几年了。 네, 저도 60년了. 근데 25년 전에 사셨다는데 이유가 있어요? 좀 마음에 들었어요, 여기가? 나는 이제 바다를 좋아하고 집이 이쁘잖아요. 그래서 여기가 샀어요. 여기다 옷 같은 거 소지품을 보관해요. 선원들. 네, 선원들이 이제 선원들이 많잖아요. 就感觉在宫廷里面才会看到。对，这个柜子。 배 타는 사람들. 就是船员会放对对对，用穿越的。 把衣服 배 放 타는 里面。 사람들. 여기는 이제 특실. 특실인데小包厢。 옛날에는 아가씨 5명 있었어요. 요거는 100년 됐어요. 100년的 100년 됐는데 그 제주도에서 시집 오면은 여기다 꿀단지. 啊，就是接受到嫁给我的话，嫁给釜山人的话，就是放要带这个东西来。蜂蜜哦，蜂蜜。带来。这里随便一个都是宝哎。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找个位置坐下来，好好来享用一下这个很有历史的双合茶好了。双合茶。但是我们在喝茶之前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仪式要做啊？其实现在韩国年轻人来这边的话，都要拍一些复古风照。OK。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我们的服装。我们要换衣服，对不对？OK。这样的传统咖啡厅在当地被称为茶房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的晚期，而到了韩战后快速扩张。然后就变成了韩国人重要的社交场所，是老一辈韩国人的青春回忆，也是年轻人复古风流行的代表。你看起来是学长耶。对啊，我是学长，我要纠察队，有没有？纠察队就是要有一个学长样子啊，有没有？那我学妹哦。对。学长是谁？我们穿的有点像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的那种时代的衣服。其实这个完全是我爸妈时代的制服，然后来这种复古的店，真的你很适合。对哦。那我们这个双合茶，它其实你研究一下。对，我刚研究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东西，因为其实它有加一颗蛋黄。蛋黄，这是生蛋黄哦。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想要保养的时候。保养的时候可以喝。就是感冒啊，预防感冒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其实一进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当归中药的味道很重，非常非常香。这个时候很适合来一碗面线或者鸭腿。这个一定。鸭腿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喝，不确定它是咸的还是甜的，我们喝喝看好了。有点甜的，有一点点甜，很特别的味道。可是我觉得你喝法错了。为什么？先吞下去这个蛋黄。蛋黄要先。对，不然会熟。这个蛋黄很赞，它会在你嘴巴里面爆开，然后会有一个特别的淡淡的咸味，这样。可是你不觉得怪怪吗？就是可能它里面怎么会有蛋黄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喝茶，我在喝汤。喝汤。把它当汤的话是蛮好喝的，而且蛮开胃的。因为它其实还有加很多什么类似核桃啊，或者是其他不同的中药，很多种不同的中药。它真的就是药炖排骨这个汤啊，它这样小小一杯，而且每一杯都现做，还蛮不错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坚果我觉得很香。对，你看我坚果，因为台湾人就是很喜欢饮料里面有可以咀嚼的东西，可是它还是有点甜啊。我刚看那个老奶奶加那个有点像川贝枇杷膏的东西汉方的，因为其实这个双合茶主打的就是汉方。韩国人是不是对这种汉方的草药非常的喜欢？因为我觉得之前可能韩国茶文化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就直接做一个这样保养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很日常保养的。因为我觉得茶坊很特别，就是这里有很历史感啊。一开始韩国没有咖啡厅，没有茶坊这种东西，没有咖啡厅，完全没有茶坊这种东西。所以呢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那种比较有钱、比较优秀的艺术家会讨论东西，可以聊天。可是后来比较普遍化的时候，是有一点相亲，就是相亲的时候，所以我妈、爸爸也是在这边相亲认识的。相亲。然后就之后有咖啡厅文化进来，那个茶坊就是慢慢越来越仿。但是这间保存的非常好。对，很专业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这个随便一个椅子都是有历史的。学长，我有话跟你说了。这个时候，帮我上粉红泡泡。一般韩剧哦。对，一般韩剧不都叫粉红泡泡吗？学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第1名。蜜姐要跟我说，我要第1名了。害我紧张了一下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啊，我第2名啊，因为你。这个也太好玩、太有意思了。穿上这样的复古制服，喝着高丽时期就流传下来的普生药茶，周围竟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家具摆设，真的会让你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不但消除了旅行中的疲惫，更能补充元气，开脾健胃，准备迎接即将市场的美味冲击啊！我看到我想要吃的东西了。哪个？我们那天不是有看到柿子吗？你说韩国的柿子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又很大颗。来柿子，我觉得柿子可以问一下。还有各种呢。对啊，这比较小这个是软的，这种是软的。这个是硬的。这个我要问一下，你柿子喜欢吃硬的还是吃软的？柿子一定要软的吧？软的好。软牌。公哥，软的硬的？硬的。你看。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吃硬的，像我自己也喜欢吃硬的，因为就是要吃很脆啊。那口感就很脆呢，像苹果那样子。老板，那你问老板一下。 사장님, 그 홍시가 맛있어요? 여기 딱딱한 게 맛있어요? 딱딱한 대로 맛있고 이거 부드러운 거. 그 사장님은 어떤 거 좋아하세요? 그 취향대로 다 틀리는데. 사장님, 본인. 여기 부드러운 거 맛있어. 你看，他喜欢软的。这很蛮奇怪，你刚刚说台湾人都喜欢吃硬的。对，韩国人喜欢软的，QQ的。对啊。 실도 없어요. 와, 허리가 이제 처음 거. 没有籽，很漂亮，很完美的样子。对啊，试试看。好甜哦。这个很甜。这个很甜。这个才是韩国的日啊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我们来吃看硬的。Oh my god。对嘛？ 这个口感才对嘛，这个才对，这个才对。它这个怎么卖啊？全部1万。全部1万。好便宜啊！你都会讲中文。对啊，全部1万。哇哦，没想到连柿子的吃法也都是台韩大不同，更别说这里著名的各式海鲜食材，不管是新鲜的料理，或是制成不同形式的 kimchi， 同样让人大吃一惊哦。这个露娜叫我试吃，看上面的。먹어봐。 哦，好吃哎！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符合我的审美。好清爽哦！哇，放配音，是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对，有人喂就是比较好吃。맛있어。 它这边怎么卖啊？一盒啊？一盒这样怎么卖？ 이거 하나에는 얼마예요? 10,000원. 2만. 2만. 1万哦，还可以耶。 这边都比想象中的便宜很多哎。哦，超好吃，很脆。你看看，超级脆，哇，很赞。是不是很脆？好脆啊！很新鲜哦，这个那买菜可以吧？ 还有，好好吃哦！公哥，那是谁？你等下叫你帮我叫到饭店。还有，王丽啊！这个露娜很可爱，她看到我们在这边拍，然后她就说：“来，我们现场刚好在做这个泡菜，做一做，直接拿最新鲜的泡菜直接给你。” 哇，有够脆！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咀嚼。我觉得这里人体味真的很好。对，这边很好玩。对。哦，可以。对啊。不好意思，点了1万块的话是买饮料的。小孩子不行，就是要包泡菜给你们。真的人情味了，这个。太多满出来了。盖不起来了，露娜。哇！ 人太好了，对啊。不得不说，鸡章市场会红不是没有原因，物美价廉，人情味十足，更保留了在地人的生活气息。如此愉快的氛围，怎能不让人胃口大开？好好品尝这里的猪脚吧。我觉得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到了。对，鸡章市场一定要吃的松叶蟹就是这里。对啊，
超多只的。可是你有吃过松叶蟹吗？我很爱吃哎，因为彰连道也是松叶蟹很有名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我没有吃过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人问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挑？你知道怎么挑松叶蟹吗？其实不知道啦，我觉得还是问这个位大哥好了。안녕하세요。 안녕하세요。 이거 되게 엄청 많은데 저희가 궁금한 게 있어요. 어떤 게 맛있는 대게인지. 대게는 이제 크고 네. 살 좋은 게 맛있어요. 就是大的，越大越好。简单粗暴。 그러면 제일 큰 건 어떤 거예요? 就最大的是哪一个？最大的。 이거는 대게는 还有哎。啊！我等一下，不是只有这两摊哎。哎，他怎么叫？去哪里？ 好突然哦！这是头大的，是不是？哇哦，这是头大的哎！ 이런 게 크거든요. 这很像恐龙。哇！你可以拿吗？可以啊。你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有几公斤好了。他说1公斤左右。哎，有，这只有1公斤哎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个黑点点的。 이거 여기 점은 뭐예요? 이거는 바다에 사는 거머리 알인데 얘네가 이제 탈피하는 생물이잖아요. 탈피한 지 오래되면 오래될수록 이게 많이 붙어요. 그래서 이게 많이 붙어 있으면은 살이 많이 들어있어요. 就是一个虫的蛋，一个虫的蛋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已经这样皮。可是越多越就是活得很久哦，所以它很大，就代表说它长得越大，它的黑点就越多，就代表它的肉可能就会越多。哦，可以이게 제일 맛있는 뭔가요?最好吃的，这可以吧？你请客啦。好，没问题。多少钱啊？ 이거는 한번 올려볼게요. 지금 시세는 对啊， 계속 다르거든요. 看季节会价钱会不一样。那现在这个季节是好的吗？ 지금은 좀 약간 저렴한 편인가요? 비싼 편이에요. 现在是最贵的。现在是最贵的。我看到了，来这边的单价是每100公克是8000韩元。 就代表说每100公克大概是100多块台币，所以像这一只1.2公斤的话是96480块，对，94000多，大概2000左右，2500，对啊，对。那哇，他们通常这里都怎么料理啊？ 쪄가지고 스팀으로 啊， 쪄서 이제 딱用真的，用真的，然后他会帮你处理。 OK。 그 이거는 몇 인분 정도? 보통 이제 많이 드시는 분들은 혼자 다 먹고요. 吃很多的人会一个人吃完，一个人可以吃1只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们2个人吃1只好。 안 먹는 그냥 맛만 보려면 둘이서. 2个人刚刚好。 2个人刚刚好。对，那就是它了。 그럼 이걸로 하겠습니다. 알겠습니다. 롱롱치카 예. 还有专业，刚刚的。好，这样就不怕被夹了。嘿。对。双刀蟹哦，你有一个帅气的表情。 他想要夹我，你看，他想要夹我，他夹到我了，你看，他夹到我了，哇，你看，他真的夹我，他真的夹我。他夹到我了，你看，他夹到我了，哇，你看，他真的夹我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选好我们的这个松叶蟹，我们要拿去蒸。 原来壳上的黑点可能是海蛆、藤壶或海藻孢子附着而形成，这也被当作是松叶蟹野生、成熟、蟹龄充足的象征。也难怪达人说选黑点多的准没错，而且新鲜现蒸就是最美味的吃法喽。太快了吧！你知道吗？处理很厉害，对，它是用削的，跟削木屑是一样。你看，削起来变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这样直接剥开就可以吃了。那等一下吃。它有一个道具可以，就把它抽出来。超快的，现在几分钟了？不到1分钟。哦，不到了，大概3分钟以内就把它全部处理掉。那我们就直接端上桌。我拿的是它的身体，你看，哇，蛮重的。这个大概有2公斤多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。 松叶蟹大餐，对，龙龙请客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你。你觉得我们要先从哪边开始吃？先从觉得最有视觉震撼的这个好吧，拔出来，拔出来了。没有，来各位观众。有技术哦。
融化了。很甜。对，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这个松叶蟹。哦，真的。哎，好甜哦！好，这要用这个，那给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掏出来的。默契方面，哎，来喽！我觉得这个很好玩。有吧？第一次你比米蕾吃的慢。对啊，不是因为好好享受这个啊。我们现在都吃原味就好了，它已经那个甜味已经够了。我好幸福哦！我感觉不错哦。哦有这个。有吗？没有，然后松一松。你导演再给我几只好不好？他又卡住了。来给他谢谢。请你吃6只了。真的假的老板娘？6只哎。太喜欢台湾人。6只哎。其实它壳没有很硬哎。它壳是软的那种。你看，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没有这个肉？就跟在恋爱啊。对，你看得出来吗？我的眼神对他有爱吗？刚刚有的。有的。你看，这个肉。好，你跟他恋爱，我要吃。好。这个不错。这种身体你会怎么吃？我请问一下。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要用力的给它咬下去，就是要像这样。是蟹专家。你看。旁边对，就是要听到那个声音，然后它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蟹膏跟蟹肉融为一体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这样吃。满满的肉。对啊，你看，刚咬一口以后就变这样。身体跟脚，我会选还是脚啦，因为你在吃身体的时候，它有很多这种它里面的一个那种有点像房间的隔间哦，但是你蟹脚的话，基本上你看你一弄就是满满的 ，OK。我觉得它的绞肉我觉得比较单调，因为这个还是会带到内脏味，所以比较它有个蟹膏这样子。但我们的蟹膏，你看我们身体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体呢拿去做，它是做饭吗？对，做饭。哇塞！啊，就是这个，还有大酱锅。大酱汤是必备的哦。对。精华所在就在这边。我就想念这个的，这个真的味道真的你完全永远忘不了。哦。它这个蟹膏的味道是很浓很重，但它又有加了一些像是这个紫菜，然后芝麻，所以你在口感中软软的米饭之间，然后再加上它芝麻，它会有那种咀嚼感，然后最后它那个味道，蟹膏的味道直冲你的天灵盖，哇，重，很好吃吗？冬天来韩国吃松叶蟹正是时候，生冷的东海海域让肉质紧实细嫩，又带着天然的鲜甜味，搭配不同韩式吃法，让松叶蟹更有滋味。什么东西配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啊？对，有这种，就是吃下去可能会你看有毒，你看这个。对，我们刚刚吃螃蟹，对，它这边写你看。我记得之前有看过说柿子配螃蟹有毒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是有吃到吗？对啊，你看柿子对有毒，我身体有毒了。但是你看很多什么都乱吃的哎，很多很奇怪的什么鳝鱼配这个银龟是南瓜，对啊，也是有毒。这个台湾人都会知道。那怎么说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刚才去查，其实没有关系，就是只会让你消化比较不良而已。而且我们刚刚吃柿子是一点点而已，没事啊，等下就知道了。你知道这个东西？你现在都知道吗？我不讲都不会痛对。肚子痛了。米蕾，你别担心，只是跟你分享一下老祖先的智慧，而且以现代的营养学来说，也是很有根据的哦。话说回来，听你说在韩国也有另外一种特别的食物，
同样是先人智慧的结晶，只不过如果想吃它，考验的不仅仅是肠子，而是胆子。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这次一定要找到你不敢吃的东西。好啊，来，这个你有可能不敢吃。接受挑战，什么东西？就是红鱼。红鱼。红鱼可是发酵的。等一下，听到发酵就有点紧张，因为红鱼好像在台湾也会有吃哦，但是呢，发酵好像就没有。对，发酵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吃过，所以我也是挑战看看。好，这间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就是哪一个是红鱼的？这个35000块这个吗？3盒，所以它3盒有红米发酵的红米跟老新奇跟猪肉，这样3个一起来吃。3合1。 사장님 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그 홍어 먹으려고 하는데 여기 있나요? 예, 있습니다. 그러면 지금 주문하면 될까요? 예, 바로? 예. 아, 알겠습니다. 오. 好，老板今天要准备我们的3盒啊。 하나 준비해 드릴까요? 네, 하나 준비해 주세요. 这超神秘，这个超级小哎。 已经发酵好了。我以为是一整只红鱼，就没有，它就已经处理好了。已经处理好的了。啊，有点像阿公家的味道。阿公家。对，阿公衣柜的味道。真的啊？我还没有闻到，我还没有。等下拿出来的时候，看阿公有没有走出来这样。阿公。 很多哎！ 아 이게 홍어구나. 이거 발효된 거 맞죠? 삭힌 홍어. 예, 완전 빠르고. 와! 哦哇！哎，那么夸张啊！来，你用力吸一口。这个标准的阿莫尼亚的味道，而且是很重很重的阿莫尼亚的味道。虽然大家都叫它烘鱼生鱼片，但其实它是韩国特有的斑瑶。 外表跟烘鱼很像，但其实是不同的物种。强烈的阿莫尼亚味道是最大的特色，所以也被封为世界第2臭的食物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而韓國人最常吃的吃法是做成鳐魚3盒，合不合胃口，我们就不敢保证喽。 찾아주세요 이거. 예. 오 좋아하세요? 예. 오, 다 지원 他们怎么吃？ 김치랑 김치자. 真的要3片这样一起哦。 돼지 수육. 돼지. 수육. 수육. 예. 돼지 수육. 그다음에 올리고 홍어 하나. 홍어 하나. 보여주세요. 예, 예. 오. 哦，这个有点大一口哎。我觉得我们先半吃。 好。来。哎。 我觉得我们先半吃。好。来。哎。这个男生，这个男人真的。哇，신기하다。 哦。其实还好，还好。但是它为什么老口是这个？它中间有一个很像骨头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收不收得到，它就会咔一声。但是来了，不对劲了。这我觉得有点强，那个味道太强了。对，我觉得要来吃一个。 아니요, 저 김치를 좀 잡숴보세요. 아. 성분이 없어요. 아. 看这个3合1，而且老板刚是整个这样塞进去，因为它这个猪肉切太厚，我现在有点考虑要怎么吃。我先咬一口就好。哦，我有点怕了。这样好吃多了。真的，它会把这个烘鱼的那个阿莫尼亚味道压下去。你看那个骨头，哇，太大片了。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吃的？因为这个新奇它是脆的，然后中间那个猪肉是刚现切温的，哦，所以让它的整个味道没有那么恐怖，对不对？比较好吃吧？我现在太大概有点中文忘记了。아 근데 저 궁금한 게 다 처음에는 이런 반응이에요? 예, 처음에 먹는 사람들은 먹는 사람들은 바로 못 삼키는 사람도 있어요. 那我们成功，我们至少蹲下去。 그럼 저희는 잘 먹는 편인가요? 예. 오! 只有2个以上。예. 여자분들이 약속이라면 첫째 이 면미도 좋고 장을 든든하게 만든다. 对面密很好，所以就是那个对那个肠胃很好。对肠胃很好。 그럼 저 궁금한 게 언제부터 좋아하게 되는 거예요? 처음 먹고 나서? 조금 보통 한 3번 정도만 먹고 나면
3번 정도 먹고 나면 이제 백이 몸에 그 이 맛이 한번 들고 나면 안 먹고는 안 돼요.吃3次就会爱上。吃3次，不吃就好像没办法，忍不住哦。要吃3次，有这么夸张吗？臭豆腐也是有一点类似的感觉，因为我2、3次才觉得臭豆腐很好吃，而且要越臭越好吃。会有这个鳐鱼生鱼片的吃法，主要是因为早期冰箱还没有普及前，人们利用鳐鱼肉质的特性，透过密封发酵的方式来保存，而发酵的鳐鱼肉质软嫩，被视为珍宝。所以鳐鱼3合更是全罗南道的特色美食。如果说这一位是五感全开的司机，那么在釜山还有另外一位，绝对是浪漫首选哦。这边跟我之前去过的那个杜拜很像。Marina 地区，因为后面就是高楼大厦，这边也算是整个最有钱，釜山这边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，一看就知道。太高级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搭这个游艇，然后我们要去这个广安大桥外面看一看，把这个游艇开出去广安大桥外面，然后呢就放烟火。好像每一个船风格设计都不太一样哎，哇，这个，我要这个，走到底吗？对，应该是。那个有灯的，哎，会不会就是右边这个嘞？这么太好了吧，这个行程！哎，这很高级，很赞呢。哇，我看到很特别的地方，会堂吗？哇，不错。我们要先抢好位置，对。但是等一下坐这里应该会很冷。对，这个迎风面可以进去啊。对，还是要进去。对，好，这个太美了。这边可以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游艇可以选择，都很高级哦。而且这个时间刚好可以看到夕阳。对，没错。坐游艇感受海港魅力，绝对是最 chill 的选择。尤其是从日落到近距离看广安桥的夜景，看着灯光一盏一盏倒映在海面上，点亮整座城市，让人们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釜山。你看前面，哇，这好帅哦，哦，这蛮不错嘞，哇，这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玩哎，很漂亮哎，哇，那我们可以找一艘船互射吗？哇，不错，漂亮，要手灯哎，来吹一下，有没有酒驾？有没有喝酒？你小时候常常接点？小时候，想看一下，有啊，没有去过，真的假的？在台湾没有去过，在台湾才去过一次，在这里没有。哦，乖，好，准备要放烟火了。哦。这个好玩，很好看，好玩。我们的最多哎，这么美吗？这个好玩，这一定要来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大推荐指数10颗星。我只能说韩国人真的是气氛制造者，每一个人都是大一人。这招游艇烟火不止浪漫指数直接拉满，当音乐灯光一次到位的时候，瞬间变为气氛满满的海上夜店啊！
玩了一轮下来，蜜蕾告诉我，釜山人的 DNA 不只懂玩，还懂吃。据说今天的晚餐不只是釜山独有，更是男性的福音哦。蜜蕾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晚上6点，你要带我吃什么？我觉得对男生非常好的，就是男生的医美。男生的医美，对，你是指壮阳方面吗？是吧？对，好盲慢。盲慢，你听过吗？我没有听过哎，因为其实鳗鱼这种东西，其实我甚至不知道它盲慢到底是不是鳗。超有名的，有名到有一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很酷。哇，你知道他们被拍164次？你看160几次？对，它最早从1995年就有了，哇，30年的历史。如果你以为烤盲鳗跟鳗鱼饭是同样的概念，那就太浅了。话说釜山的烤盲鳗可是当地渔民发展出的渔人料理，豪迈的吃法完全就是海派代表啊！参观一下那个怎么烤鳗鱼，穿越这个很忙碌的厨房，对，因为现在单子已经过来了。我看到很精彩的画面。哎，这个哇，好厉害！来，这个画面有点震撼。Oh my god！ 因为这个空间很小，你看，哇塞！你看，来盲鳗直接拿给大家看，这个东西就叫做盲鳗。来，哇，抓不起来，它跟泥鳅一样，所以它会有那个黏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黏液有味道吗？哦，还好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哦，来，你看手感怎么样？手感很，你看，哇，活动力其实很强哎。对，你看一直想跑出来，一直要跑出来，跑出来。这个盲鳗呢，它其实因为生活在海的底部，它最深可以超过1000公尺，所以它盲鳗就代表它其实不需要眼睛，因为在那边已经来到了那个无光带，那个阳光是透不过海水，所以他们就是用感知、用感觉去熟悉一下它的要吃什么东西，或者它整个生活的环境，所以盲鳗它是这个由来。이것도 보여주세요. 네, 한번烤一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一定要让这个火有点起来。 얼마나 굽는 거예요? 요 2인분. 2인분? 몇 분 걸리는 거예요, 2인분은? 6, 7분. 아, 6번, 7번 정도. 6, 7분 정도就好了。 오,快. 이거 조금 작은 거는 구이로 먹고 큰 거는 양념하고 소금구이. 它就是那种小只的才会用烤，小只才会用烤，大只的就是会辣炒。哦，直接大只用辣，所以这算小只的，这些都算小只的。烤的方法就是直接用稻草，因为稻草它其实会有那个草香味，有点像炭烧的感觉，然后就直接把那个盲鳗直接丢上去。哇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去烤，你知道吗？ 이거는 뼈가 없기 때문에 다 동글동글하게 되잖아. 아, 因为它没有骨头，它变成球。所以它只要烤到一定的程度，像这样下去不到30秒，它就会变一个圈圈。因为它没有骨。对，它就会直接揪起来，然后直接蜷缩在一起。 뭐 먹어야 좀 약간 끈적거리는 게 없는 거죠? 예, 그리고 이제 집회 기정 냄새도 나고. 아, 就是它会黏黏的吗？一定要用烤的，然后这个味道会进去，所以才不会有腥味。哦，才不会对，才不会有腥味。 그 언제부터 이렇게 먹었던 거예요? 집불로? 그 옛날에는 어려운 시절에는 이게가 이제 식량으로도 많이 사용을 했답니다. 옛날에는. 그런데 지금은 이제 다 건강식으로 드시는. 以前是没有什么东西吃，所以就是拿来吃。可是现在的话，就因为它非常营养。哦，非常营养，对男生很好嘛。我觉得把它吃完。好，그럼 왜 근데 남자한테 좋은 거예요? 阿姨笑了。 아니, 좀 약간 모양새는 그런. 지고 나면은 또 그 이튿날에 또 드시러 또 오는데 먹으러. 男生的话，就是2天后会再来，因为就是觉得有用。导演安排一下。哎，你看连阿姨都认证了，所以代表她真的有种魔力，对男生有种魔力。 其实很快，你看，这样他可能再加一次稻草，基本上这个盲鳗就烤好了。 우리가 이게 안 하고는 뼈가 있잖아요. 안 하고 우리 해 먹고 장어는
장어. 네, 장어. 장어는 뼈가 있는데 이거는 아무리 굵어도 뼈가 없고. 哦，他说鳗鱼的话一定会有骨，可是这个就没有，小大不管小大都不会有骨。那火很大。对啊，大火直接有点像炙烧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特色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平常都是就用瓦斯直接加热，烤蛙肉就是那样子瓦斯烤嘛。我感觉快好喽。因为在吃鳗鱼，它还是有那种小小的刺，有没有？但这种盲鳗它其实是软体动物，所以吃起来你就不用挑那个刺。 이렇게 비치면은 하얀 속살이 나와요. 啊，里面剖开，然后里面有白色的肉出来。哇，这个好炭烧味了，它剥开，剥不开啊。 오 이렇게? 아니, 어떻게? 응? 教你。为什么？哦啊，就是那个皮啦。很烫，真的很烫。 껍질을 안 먹는 거예요? 你看超烫的，我的老师，你看这个烟。 껍질도 먹는 사람도 있어요. 그런데 然后呢，吃皮是不要吃的。不要吃这个皮，然后吃里面。 자, 요단 맛도 주세요. 好 Q 哦！ 너무 뜨거운데? 哦，它这个超 Q 的。好吃，是不是很烫？这个好吃。 很喜欢那个鱿鱼渣。它是鱿鱼的味道。那种怎么讲啊？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鱿鱼的味道。 자, 한 마리씩 다 먹게, 한 마리씩. 大家都可以吃。我觉得很厉害的是，它完全不需要调味，它的味道就很好吃。啊，这里面好像那种小肠的里面那个一样。对，你看那个内部，它这个内脏完全没有什么腥味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哎，我有感觉了。내가 벗겨드릴까? 有好吃的感觉，大家不要想歪。哦，好吃。大伯，给大家吃。哦，来，很烫，超烫哦。不会。后面接一下。看多热情啊！我觉得这超好玩的哦。你都不吃啊？啊，我就。早期釜山的海边，当渔民捕获到盲鳗之后，因为没有太多的设备，所以就会就地取材，用稻草烧烤，完全就是生活智慧王。而且稻草烧过的焦香，更是无可取代的风味啊！抢先体验那个稻草烧的那个版本吧。那这个的话是辣炒的版本的。네. 그 언제부터 하신 거예요? 所以他们 아,阿嬷开始哦，那很久嘞。因为老板很厉害，就是一开始是很小小的一家店，对，然后变成5层哦，一整栋哦，很厉害。我发现就是韩国人在吃饭桌上一定要有红红的东西。其实它有一点腥味嘛，就是对，它是有一定要腥味，把那个辣椒酱盖住，才会好吃。 来吃吃看这个，我觉得因为它这个酱下去，哦，加有点辣，它更甜的味道又出来了，而且它真的越来越 Q 了。它这样炒过以后，因为收汁收很干，因为这个的话，这个是吃原味，好，那这个的话是吃它这种辣炒的一个香甜的感觉，然后这样带一个尾韵的那种辣的味道，不错。哇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味道，完全不一样，口感完全不一样。 我们常说，透过旅行是了解当地文化最快的方法。不管是传统的稻草烧盲鳗、养生双核茶，或是浪漫好玩的游艇烟火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，都让人从不同的面貌发现釜山的美好。YT 网络版有英文字幕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。